你知道超商一年报废的食物可能高达70亿元吗？这个惊人的数量到底是怎么造成的？都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超商剩食吧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你有听过乞丐超人吗？最近网络上面流传着这张改编自地球超人的梗图哦，上面说幸好有4大超商跟全年的集齐品标签，才能够召唤出乞丐超人，拯救大家月底的荷包。甚至还有贴心的网友整理出了超人的变身时刻，让大家知道哪些时段有优惠。不过好笑归好笑，乞丐超人的背后呢，其实反映出了一个问题：超商每天都有一堆集齐品等着被丢弃。每天超商呢都有大量的面包啊、饭团、便当、沙拉、三明治等等的食品，因为超过了保存期限而遭到报废。食药署推估哦，平均每年呢，全台的便利商店就会报废将近12000公吨的过期食品。那如果用一个便当600公克来算的话呢，相当于每年丢弃了2000万盒的便当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会来讨论哦，超商的剩食问题到底为什么这么严重？有什么解决方法吗？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，按照惯例，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听过伯利欧吗？伯利欧是 polio 小儿麻痹的音译，同时也是彰化的小儿麻痹关怀协会。他们正在照顾一群小儿麻痹患者以及各类型的身心障碍者，透过成立庇护工厂、职训和日常照护中心等等，帮助这些朋友取得稳定的收入以及友善的生活和工作环境。不过，因为目前的工厂和照顾中心受到了租赁限制，场地有限，也不是专为身障朋友量身打造的，所以伯利欧决定自己规划一个更理想的无障碍空间，同时包含了长照安养、庇护工厂、职业训练等功能。如果你愿意支持他们，一起协助身障朋友有个家，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，加入伯利欧家园的小额或长期募款计划吧。超商的剩食问题有多严重呢？根据食药署在2016年做的推算哦，台湾的超市啊、量贩店、超商跟餐饮业每年总共会生产3.6万公吨的食品垃圾。如果请货柜车来载哦，总共需要1300多台才能够载完，而其中光是超商制造的剩食就占了1/3。也有超商的加盟主透露呢，一间超商每天大约会报废2000元的食物，而全台呢有1万多家超商，换算下来哦，每年至少有70亿的食物被丢弃。这个惊人的数字呢，不只代表业者庞大的损失，从环保的角度来看，也是严重的资源浪费。但有个很吊诡的事情是，很多超商明明知道自己会卖不完，却还是进了大量的即食品，最后再丢掉一堆。到底为什么不能够从源头控制数量，少进一点点货，减少浪费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哦，先让我们来看看在2018年的一场陈情活动。当时全台有超过300家的超商加盟主呢，联合起来控诉总公司会强迫加盟主订货，不只有最低建议订货量啊，还会要求呢进货量要比平均销售量多5%，也就是说呢，每天可能都会有5% 的食物被丢掉。上周的报道呢，还提到在新品发表啊或者促销档期，总部也可以不经加盟主同意直接配货给超商。那为什么总公司要这样子强迫进货呢？加盟主解释哦，比起报废食物的损失，总公司更在乎的是门市应该要丰富陈列，货架上面一定要塞满五花八门的商品，才能够刺激顾客的购物欲。而这样子的做法呢，也能够避免顾客因为买不到东西跑去其他家超商的可能性。毕竟台湾超商这么多，你留不住的客人，其他对手马上抢走。因此呢，如果一家超商报废太少，超商的地区主管呢，反而会特别的关切加盟主，质疑是不是进货太少，让客人买不到东西，或是用获利还有成长空间为理由，鼓励加盟主增加进货量。那如果加盟主不愿意配合，就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，未来没有办法续约。所以大部分的加盟主呢，都会遵照总公司的策略，多多进货，自然就很难从源头减量解决剩食问题。不过，对于强迫进货的指控呢，4大超商都否认这样的说法。他们的高层强调，总部只会提供销量啊、天气、温度等等数据让加盟主参考，再由加盟主自主决定进货量。那么，关于强迫进货这件事情哦，目前还是有点各说各话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总公司似乎都默认报废食物已经成为了经营超商的必要损失。根据2018年全家便利商店所发表的剩食专案，他们指出，超商之所以会报废这么多的食物，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是鲜食的订购单位太少，很难精准的预测。超商为了提供消费者多样化的选择，每一种主食呢都有好几种口味，像意大利面的酱汁就有红酱啊、白酱、清炒，配料呢也有野菇啊、鸡肉、海鲜这些排列组合。一家门市如果订了15个意大利面，每种口味呢可能都只有2-3个。而这么多种口味呢，每天的销售量的差距可能就只有2-3
2-3个而已。对于门市来说，他们很难借此判断哪一种意大利面比较受欢迎，也就比较难调整进货量。而第二则是配送的考量。目前超商大多呢都一天配送2次哦，如果太早卖完就没有办法及时补货，所以超商呢通常宁可多订一点点，避免缺货的问题，自然也是增加了浪费的可能性。而最后则跟总部的广告预算有关。对于总部来说呢，他们每一次研发出新的产品呢，都会砸下大笔的广告预算。为了让这些钱不要白花，总公司就会希望每家店都要充分的备货，避免消费者买不到。总结一下呢，以超商经营者的角度来说，为了巩固营收，报废食品呢已经成为了某种必要的损失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超商不能够把这些要报废的食品捐出去，帮助更多需要的人呢？有些人可能会想说，为什么超商不把剩食捐出去？除了环保之外，也是做爱心，这样子不好吗？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根据法规，食品只要超过有效日期，哪怕是1分钟，食品都要立刻销毁。如果转送给别人的话呢，也是违法行为。换句话说，那些架上过期的即食品呢，除了报废以外呢，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了。那如果说趁这些食品过期之前，赶快捐给弱势团体或是其他有需要的人，可以吗？这恐怕也有难度。上周的报道就指出，目前在台湾呢，有在处理剩食的单位主要是食物银行，但食物银行能够处理的部分也非常的有限。以家乐福来说，全台115间门市的剩食量呢，是由60间的食物银行来共同分担的，但全台的超商呢，却有上万家，远远超过了食物银行能够负荷的程度。更不用说运送超商的鲜食非常麻烦，许多品项呢需要存放在4度C 18度C 的环境当中，如果过程当中出了什么差错，可能会导致食物变质腐败，造成食安问题。因此，对于超商来说，捐赠剩食不只会增加营运成本，也可能带来其他的公关风险。相比之下呢，直接报废更安全也更省事。那这样子看下来，如果要减少剩食，可能只剩下打折促销这一条路了。不过过去其实有不少超商并不愿意这样做。有超商的主管就坦白呢，促销虽然可以减少食物报废的量，但考量到人力成本，其实 CP 值很低。主要是因为超商的亏损呢是由加盟主自行吸收，如果要员工呢先花时间挑出快过期的食物，贴上降价的标签，最后再集中到这个促销专区贩卖，这个过程并没有比较划算，倒不如直接报废，省事很多。不过2019年，全家便利商店呢就有试着用科技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们开发出了时控条码、时间定价2项专利技术，在条码里面呢买入时间，只要呢食物的保存期限剩7小时，就会自动降价。这样子一来呢，不只可以提升顾客的购买意愿，又不用这个店员一一的改标签，大幅的节省了人力成本。那万一消费者不小心买到过期的食物，系统也可以透过条码自动的辨识过期的商品，让店员无法结账，减少食安的疑虑。那果然在实施这个措施之后呢，全家每个月平均减少250公吨的剩食，等于减少了8万公斤的碳排放量。而这样策略成功呢，也促使了其他的超商纷纷跟进，推出了极其优惠，像是 7-Eleven 的爱真实标签，就预计1年可以救回400万颗的饭团。而莱尔富的习福食堂则让报废损失平均降低了1成，并带动鲜食销量约15% 的成长。在进入观点以前呢，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，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制作各式各样的特别的社会议题。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，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。那话说回来，身为全球超商密度第2高的台湾人，我们已经很习惯一进到超商就有超多的食物可以挑选，但大家可能没有想过，这样子丰富的选择背后，其实牺牲了很多的食物。因此，我们希望借着这次的机会，让大家一起关注这个问题。事实上呢，台湾的超商这几年已经比较积极的在处理剩食问题了，像 7-Eleven 呢就开始把蒸包茶叶蛋、热狗等等的热食改成冷藏的包装，延长保存期限。莱尔富呢则是减少鲜食的品项，增加冷藏跟冷冻的食品，延长商品的销售时间。而 OK 超商呢则是从韩国引进自主泡面机，消费者可以自己选主餐配料，再透过机器加热做出泡面羹饭、小火锅之类的餐点。而这种要吃再煮的做法呢，除了提供消费者不同的体验，也是减少食物的浪费。不过这些方式效果还是有限，主要是因为这些销售的调整不一定能够受到市场的青睐。就像之前呢，全家也试过把关东煮改成冷冻食品，但大家还是会期待一进到超商呢就能够买到热乎乎、品相丰富的关东煮，导致呢这个冷冻关东煮的销量不如预期。总结来说，超商剩食的问题真的有点难解，那我们现在也有点难给出一个很好的解方。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建议，也欢迎留言出来一起讨论哦。
那么今天想问大家的是，你平常会去买超商促销的即期品吗？会哦，我都特别等促销时段，谢谢乞丐超人拯救我的钱包。B 不会特别去抢哦，但如果刚好有看到打折的话呢，可能会买一下。C 没有特别吸引我，本来就很少买超商食物。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超商严重的剩食问题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家乐福以及统一集团在台湾的故事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